穿越洪荒。虽我如今已有神话大罗修为，但却不愿参与那些尔虞我诈的无聊争斗，只想守着我的仙女老婆，种种田，养养花，安安静静躺平。夫君，别累着了。娘子回来了，我这不是想让你一回来就能看到最好看的花吗？夫君，如今封神亮节将至，洪荒杀机四伏，你一介凡人之躯，我实在不放心。有娘子在，我怕什么？夫君放心，万事有我，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让他神形俱灭。有娘子如此，夫复何求？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疼爱娘子，把她宠上天。凭我神话大罗的修为，此间世界无任何一人是我敌手。不过为省却麻烦，还是继续装作凡人好了。若是遇事，正好可让云霄好好过一把宠夫狂魔的瘾。云霄师姐，听说你找了个凡人当道侣，快快带出来，让师弟我开开眼界，看看是何等的凡夫俗子，能配得上我结下的明珠。这就是三仙岛大名鼎鼎的云霄仙子找的道侣，一个连仙道都未入的废物。师姐真是瞎了眼！长儿，放肆！我就放肆给你看，一介凡人玷污我截教仙子！夫君小心！不如顺水推舟，演一出能让我家娘子名动四方，给她一点点自信的好戏吧，正好能给这平淡的生活增添些许乐趣。娘子救我！可恶小人，今日我对丝毫修为在身的凡人夫君出手，你绝不能让我家夫君受到任何伤害。怎么，来不及祭出法宝，就想用肉掌硬扛？云霄，你太天真了。师兄的捆仙光锁，就算是大罗金仙也得被缚住，他这是自寻死路。看着吧，下一刻，他这位宝贝夫君就要被我们带走喽。就是现在，注入崩灭概念，体系得先有个华丽的开场才行。什么？光锁呢？怎么没了？不可能！这是什么力量？上品先天灵宝碎了，一掌就一掌。这二师兄他一掌就被打败了。他不是大罗金仙吗？那股力量，我感觉比师尊的威压还要恐怖。这是我打出来的，我的法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不对，那股力量感觉很陌生，但又好像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为何会在夫君受辱时才会被激发出来？娘子，娘子，你没事吧？刚才那个好吓人啊！不过娘子你也太厉害了，一巴掌就把那个坏蛋扇飞了。夫君别怕，为妻说了，万事有我。我明白了，原来如此，夫君便是我的逆鳞，是我的道。只要他受到威胁，为了守护他，我的潜力就能被无限激发。我才是洪荒隐藏最深的那个人。小，竟隐藏得如此之深，好得很！我绝不会就此罢休！一掌击碎上品先天灵宝，此事恐怕有蹊跷。云霄师妹何时这么强了？我看是长尔那厮在吹牛。多宝师兄说的是，不，你们不懂。
师妹她恐怕是找到了自己的道。赵师兄此话何意？那凡人夫君不是他的累赘，而是他道心的寄托。用他夫君就是承接大道根基，引来的反噬自然厉害。夫君，慢点喝。还是娘子倒的水好喝。好清纯的道韵，一草一木都暗合大道至理。师妹果然到了返璞归真之境。师妹，兄长，你怎么来了？快请坐。此水绝不寻常。兄长远道而来，没什么好招待的，喝口水解解渴吧。困扰了我数万年的修为瓶颈，竟有所松动了。师妹，你竟能将凡水点化为悟道神茶，你究竟走到了哪一步？悟道神茶，这不就是夫君从后山引来的普通泉水吗？什么时候竟变成了悟道神茶？我怎么不知道？啊，我明白了，原来呀，这应该不是水的问题，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我，是我日夜与夫君相伴，道心圆满，所以连我经手的东西都能沾染上我的道韵，化凡俗为神奇。大道3000，各有其法。师兄今日能有所悟呀，是你自己的机缘，不用谢我。我认了，化凡水为神茶，这是转世巅峰才能有的手段。师妹她竟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位凡人姐夫定是师妹勘破大道的关键所在。赵公明见过姐夫。哎，使不得，兄长快请起，折煞我了。小黄，有坏人。这破院子，连个禁制都没有。快点，抓了那凡人就走。这怎么可能？不可能！师尊，那2个金仙师弟确实是被一条土狗坑死的，元神俱灭。土狗，哼，不过是障眼法。这云霄定是修炼了某种专攻元神的诡异秘术，他隐藏的比本座想象的还深。哼，好一个截教云霄！既然他如此在乎那凡人，本座就亲自下场陪他玩玩。光成子，命你持我翻天印去金鳌岛挑战云霄。弟子遵命。记住，要当着截教万仙的面，让他那凡人夫君来我昆仑山净身为奴。我倒要看看他还如何隐藏实力。夫君，看这根木簪是不是很别致？好看，娘子戴什么都好看，能不好看吗？这可是我亲手用洪荒10大先天灵根之一的黄钟里之鸦削出来的簪子。这是夫君送给我的宝贵礼物，我要用它时时刻刻保护夫君。娘子真好。阐教广成子奉师尊元始天尊之命，特来挑战截教云霄仙子。速速滚出来受死！还有你那凡人夫君，即刻随我回昆仑山，晋升之后当扫地奴仆。云霄，你终于肯出来了。你那凡人夫君呢？广成子，你休要张狂！广成子，
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教训？哈哈哈哈哈哈！你是指你偷袭的把戏吗？今日我便让你看看，在真正的圣人至宝面前，你所谓的实力是何等可笑！是梵天印，却是圣人亲手炼制的至宝，十分危险！大姐，快让会员击倒！太可怕了！我手为压，就让我动弹不得。结束了，在梵天印下，大罗金仙也如蝼蚁。等他死了，那凡人就是我们的了。抓回去好好炮制。师妹她在做什么？木簪？他怎么拿出了一根木簪？他疯了！他竟然拿一根破木簪对抗梵天印，欠了虞姬穷了吗？云霄，本以为你是个对手，没想到竟是个疯子。也罢，就让你那卑贱的凡人夫君一起化为姬凡吧。这帮反派的台词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真没劲。哎，该睡午觉了，早点打完收工。不，我的梵天印碎了！梵天印，圣人至宝，被一根木簪戳碎了。我看到了什么？一念花开，点石成金。这是返璞归真，腐朽为神奇。师妹的境界已经到了我等无法想象的地步。我这根簪子竟然是先天至宝！云霄，你作弊！那根木簪绝不是普通木簪。哦，我师妹法力通玄，点石成金，返璞归真，是你等眼界太低，不识真仙。不可能，先天至宝只是说点化就点化的。你也可以认为是你的梵天印太弱了。大姐，我爱我！太帅了，大姐简直就是我辈楷模。就是说，还是人吗？快走！此地不宜久留。再说一遍，从今日起，谁再敢打我夫君的主意，广成子便是你们的下场。夫君，你放心，有我在，这洪荒没人能伤到你一个汗毛。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是我日夜与夫君相伴，感悟大道，道与修为日益精进，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地步，所以才能将这普通的木簪点化的堪比至宝。没错，一定是这样，夫君就是我的道。一根普通的木簪，竟一击粉碎，则亲手炼制的梵天印，即便云霄本人隐藏了实力，达到转圣巅峰，也绝无可能办到。除非木簪的材质已经超越了先天至宝的范畴。邪教，切！你们竟敢私藏此等混沌异宝！早就拿出来炫耀，只剩下
一个可能，曲解一魔是自己的机缘。他能点化凡水，能以狗吠杀敌，如今又能凭一个妙簪毁我至宝，气候算是武力强要，他只会自取其辱。竟然硬来不及，那才勇气！来人，看我法旨，申公豹立刻下山，告诉他，无论有什么方法，与我一剑三消，让他们姐妹反目成仇，我让云霄判清理。二位师妹，贫道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申公豹，你有屁就放。大姐云霄仙子为一介凡人，先是得罪长耳师兄，后又废了圣人至宝，这是要把我们整个截教都拖下水呀！我大姐行事自有分寸。分寸？我听说呀，如今得了天大的机缘，实力深不可测，可有什么好处？从未跟二位师妹分享过吧？这是典型的心里只有那凡人，没有你们这两个亲妹妹了。胡说八道，我们走。许久没见大姐，不如我们前去探望一番。也好，省得某些人想要挑拨我们三姐妹的关系。大姐，我们听说你最近实力大进。大姐，外面都传遍了，说你为了姐夫连圣人至宝都打碎了，还说你得了天大的好处，是不是真的？吃个果子吧，夫君刚种出来的。至于那些流言蜚语，管他作甚。大姐，这是……大姐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随手拿出这种逆天神物。瞧你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不过是些寻常果子，许是夫君他种地有方吧？大姐这是在点化我们，她怕我们压力太大，才故意借姐夫之名来掩饰。大姐用心良苦，我们刚刚竟然还在怀疑她，真是不该。多谢姐夫赐果。哈哈，不客气，喜欢吃就多摘点。广告，图样图森破。还想离间我老婆和两姐妹的关系，真是有趣的戏码。就是不知道下一出戏，元始天尊那个老家伙又会怎么写。反正不管怎么样，神话大罗的我都绝不可能让我娘子受半点委屈。师兄，那三霄姐妹挺身，云霄又随手赐下先天灵果，一剑之计失败了。哼，谁说失败？我本就没指望你能成。那师兄，这是……我只是为了确认一件事，萧到底在不在？命现在看来，他在。师尊重法旨，西岐城外杀伐大阵，乾坤磨灭阵，布阵。此人不为杀敌，只为一件事：云霄和碧霄深情入阵。大阵日夜炼化他们的元神，凌霄那个贱人自己前来送死。云霄师叔，不好了！九霄师叔、碧霄师叔，他们被困在斩将的九曲黄河大阵里了，性命垂危呀！娘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夫君，琼霄和碧霄被阐教困在乾坤磨灭阵里了，
我要去救他们。娘子别冲动，我听人说过，那乾坤磨灭阵是阐教的顶级杀阵，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终于来了，元始天尊的第2步棋，正好给我娘子一个当救世主的机会。再危险我也要去。夫君，你……娘子，你这么强，对付阐教那帮卑鄙小人，光打赢了还不够，要杀人诛心。就用我这凡人的鱼竿去，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他们。你就告诉他们，你要用这根鱼竿调走他们的阵图。好，夫君，我听你的。云霄还不来，看来是放着这2个妹妹。动手！哈哈哈！云霄，你是来给我们送鱼吃的吗？你的至宝不簪呢？怎么弄丢了？望橙子，你给我听好了，今日我便用我凡人夫君的鱼竿调走你那乾坤磨灭阵的阵图。用凡人鱼竿调走阵图？望橙子师兄，你听到了吗？这女人是不是被咱们阐教的神威给吓疯了？我看是学校无人，竟配一个疯女人来送死，真是天大的笑话！云霄，别挣扎了，乖乖交出你那凡人夫君，我们还能给你留个全尸。这女人脑子秀逗了吧？拿根破竹竿来打圣人阵法，等会儿她被阵法搅成飞灰的表情，一定很精彩。大姐她这是在做什么？怎么拿了一根鱼竿出来？完了，大姐一定是受了刺激，我们害了大姐。娘子，你这么强，对付阐教那帮卑鄙小人，光打赢了还不够，要杀人诛心。你就用我这凡人的鱼竿去，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他们。来得好，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不害臊。怎么可能？穿进去了？怎么回事？这鱼线竟能穿透阵法！强的吧？肯定是某种障眼法。皇上，装神弄鬼！阵内自有乾坤磨灭阵，也得化为飞灰。是你所说的是，对，一定是这样。能害了圣人阵法。鱼竿上附加的是因果概念，一饮一啄皆有定数。哼，我说了要调走阵图，那这根线上绑定的果，就只能是你阐教的阵图，别的可不行。我就说嘛，等了这么久，大阵都毫无动静，那根破线肯定早就被磨灭了。浪费我们表情，还以为他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手段呢。云霄，你这把戏耍完了吗？现在该轮到了。师兄，你怎么了？
没断，用了阵法最核心的本源，他在放阵图。师兄，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师兄莫不是被那风女人的风景给气的？区区一根羽线，就能翻了天不成？给我闭嘴！所有人，听我号令，一法力灌入离位，阵法自带的乾坤真火，该死的线！怎么可能？乾坤真火竟对他无效！断！给老子断！为什么断不了？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师兄，到底怎么了？师兄，我们的法力感觉像是石沉大海，身法没有任何反应。反应？完了，东西真锁住了阵法最核心的本源。他在封阵图。什么？抓住阵图？开什么玩笑？那可是用师尊圣人道语加持的阵图，被一根羽线锁定。求香，你看外面的能量风暴好像停了。那根从外面伸进来的线，它在吸收阵法的力量。好重，这感觉就像是在吊一整个世界。不对，这感觉和当初夫君为我挡下杀招时一样，这是夫君在帮我。夫君说了，能吊，那就一定能吊上来。起！是阵图，他真的在吊阵图。师兄，快想想办法呀！我们可绝对不能让他就这么得逞啊！结阵，12金仙之力，把阵图压回去。师尊的阵图要是丢了，我万死难辞其咎。还想挣扎？哎，这帮反派怎么一点创意都没有？每次都是以力压人，没劲。这就让我家娘子给他们整个花活。我寄存于那鱼竿内的法力，是时候发挥作用了。给我滚出来！被丢出来了，完了！哇！ 快撤！
武功在天！我的紫薯仙衣，都运毁了。我的道行被学了300年。我们都遭到了这法反射。我没事，没事，修为保住了。太好了，我还以为死定了。是营销师叔，是营销师叔救了我吗？傻丫头，哭什么？我不是说了，一切有我吗？营销师叔救你的。云霄师叔，是祭祀永世果。若是你，我等早已在乾坤蒙面阵中化为乌龟，道行尽丧。那当然，我大姐是区产教杀阵，怎么可能困得住我大姐？大姐，你那根鱼竿到底是什么来着？竟然真的能调出圣人阵图，太不可思议了！是啊，师叔，那可是凡间渔夫用的竹竿，您是如何？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是夫君给我的。他说能行就一定行，此乃我夫君之不足为外人道也。原来如此，师叔的夫君，那位凡人姐夫，定是师叔坑破大道的关键。此物定是他赐给师叔的护身至宝，深不可测，这一家子都深不可测。来了吗？云霄师叔回来了吗？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只用一根鱼竿，就把整个杀金仙全都打趴下。萧师傅，一竿子用出了乾坤磨灭阵的阵果，用的是人杀阵，主胜天功吗？赵公明，此事当真？那可是原始师伯的阵法。哈哈哈哈！千真万确，我的妹妹不也是当年的云霄了？我才是火阶教真正的厉害神针。回来了，云霄师叔回来了。邪教大帝赵公明恭迎云霄师妹荣归，谢师妹，邪教道主相亲，我万仙到底！大姐，谢谢解师叔，邪教道统，我万仙道主。是守护的感觉吗？这就是夫君。可是我真的有这情，是你呀，夫君给我守护他的决心。我明白了，我守护的从来不只是夫君一人，守护他便是在守护我截教的希望。我就是截教的希望。尔等起身，有我在一日，辩护截教一日周全。云霄师叔威武！云霄师叔威武！云霄师叔威武！不错，救世主的范儿起来了，这才有意思嘛！不枉我导演这一出大戏。师尊，那云霄妖法诡异，弟子无能，被他夺走了乾坤磨灭阵图。
请师尊降罪。弟子们的本命法宝也都在阵法反噬中受损，求师尊为我们做主啊！好诡异的手段，这力量为何连本座都看不透？这是因果之力，这不是我玄门正宗的力量。一人随一藏一劫，又是一干因果。原来如此，绝非云霄，他是早已陨落的因果混沌魔神转世，潜入我玄门，就是为了颠覆封神两劫。谁的算计？混沌魔神，好一个因果魔神，竟敢转世侵入我玄门，颠覆天道，扰乱封神。师尊，您是说那云霄正是混沌魔神转世？除了这个解释，还有什么能让一个区区大罗金仙拥有如此逆天的手段？此等天道异术绝不能留，若任其成长，别说封神大业，恐怕整个玄门乃至洪荒都将万劫不复。通天难也，你自诩有教无类，今日狼入室，招来如此妖孽啊！坐待好吧。师尊英明，请师尊让这法旨给再率神教门人速下大阵，定将那魔神诛杀。不必了，魔神手段诡异，连本宗的翻天印和乾坤磨灭阵图都能轻易毁去夺走，不去再多，也不过是送死罢了。对付这等异术，必须雷霆手段，将其彻底抹杀，不给其任何翻身的机会。本座将亲自出手。通天，休怪师兄不给你面子，是你门下藏了该有的东西。娘子回来了，事情都解决了。夫君，这次多亏了你，邪教的同门都得救了。我就说吧，娘子是最厉害的。来，尝尝我刚摘的黄瓜，可甜了。好。天怎么黑了？这是什么味呀？我的元神要被冻结了！这是圣人威呀！怎么回事？为何非要圣人威压降临我金鳌岛？是哪位圣人亲自动手了？除了他，还能有谁？元始天尊，他竟如此不顾颜面！元始，你敢！通天，你冷静一点，我这是在为你清理门户。门户，元始，
给我在这里假惺惺！给我做下弟子出手！你算什么圣人？他不是你的弟子，他是混沌魔神转世，此乃天道异术，留他不得。别给我！何话如此？传使，你对我截教弟子出手，就是与我为敌。待我挣脱，定饶不了你。晚了，待我抹杀此寮，再与你分说。完了，这下彻底完了。师尊呢？师尊为何不出手？竟是被元始老贼算计了。大姐，夫君，快跑啊！谁出手，谁能跑得掉，谁都别死。想伤我夫君，除非从我的尸体上看过去。哎呀呀，这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圣人嘛，排场是的，该到我表演的时候了。奥斯卡影帝模式启动，这可得好好给我家娘子提供一点情绪价值，让她感受一下保护我的成就感啊！娘子，娘子救我！那是什么东西啊？好大的手掌啊！他是不是要来打我们？娘子，我不想死啊！我还没给你种一辈子的菜呢，娘子，你不是神仙吗？快想想办法呀！我好怕呀！这就是圣人的力量吗？无法抵挡，无法躲避，连一丝反抗的念头都生不起来。师尊被困住了，邪教完了，我也要死了吗？娘子，娘子救我呀！我不想死。那个大手好可怕呀！夫君，他在叫我，他在害怕，他把我当成了唯一的依靠。我答应过他，以后他一生一世无人可欺。我刚刚才被万仙叩拜，被他们奉为截教的守护神，现在我却连自己的男人都保护不了。元始老儿，圣人了不起吗？圣人就可以随意欺辱我的男人吗？圣人就可以视众生为蝼蚁吗？不管你是什么狗屁圣人，天道异术，我只知道他是我云霄的夫君，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夫君别怕，有娘子在，天塌不下来。是时候给我家娘子一点小小的助力，省得那元始老儿以大欺小。萨美塔，他要做什么？他疯了吧？他竟然在反抗圣人！大姐，他的气息还在燃烧，他竟然靠自己抵住了圣人威压。无以邪等真火，有趣。元始老儿想动我夫君，先问问我手中之宝答不答应。你娘子，夫君看着，为了你，今日我云霄便要逆天，与这高高在上的天道圣人争上一争。元始老儿想动我夫君，先问问我手中之宝。是火元金斗！萨美塔，他真的要用火元金斗硬汉圣人！不要啊，大姐！金斗虽强，可如何能敌圣人为力啊？不行，挡不住，圣人的力量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哎呀呀，我家娘子这股宁死不屈的劲头是挺帅的，
但这装备等级差太多了，光靠喊口号可不行。原始老儿这一接能量倒是不足，正好借来当个充电宝。为夫来给你偷偷加个 mod， 外挂再入，绝对吞噬。凡是能量攻击，皆可助我斗斗。来吧，娘子，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外挂玩家。这股力量是筋斗，我的筋斗从未如此强大。这股吞噬万物的道运，我明白了，我的道在守护夫君时能爆发出无限的可能。好，好，好！艺术，挡住！收！好徒儿！这是何等法宝，竟吞噬圣人一击！眼睛彻底乱了。吼！娘子，他要碎了，我们是不是要死了？细之蝼蚁，竟敢反抗于我，还能挡住我一击，定是那混沌魔神的力量，更该死！我云霄一生骄傲，从未求过谁。今日我只求能与夫君同生共死，我命由我，不由天。原石皮肤！来得及，燃烧本源虽然有损，但回头我种棵还原草给它当零食吃就行。现在的付出都是为了将来更盛大的装逼。通天老匹夫怎么还不出手？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元始天尊把云霄灭了吗？再不出手的话，我就不得不暴露实力了。到时候我可就不能再继续装凡人过平静的生活了。失败！通天教主终于成功脱困了。娘子，娘子，你怎么样了？你醒醒啊！天，你终于舍得出来了。元始，你还要不要脸？堂天道圣人，竟对我座下弟子下此毒手！天，休要血口喷人！你这弟子身负魔神因果，本座是为玄门清理门户，此事不算完。竟真的挡住了！魔神？不可能！我结教弟子道心纯正，但远古血脉觉醒，
为情所困导致力量失控，这个解释合理。我竟教出了一个连我都看不透的超级弟子。你们师妹怕是觉醒了某种极其强大的远古血脉，但催动此力代价极大，日后尔等需好生看护，切莫让他轻易涉险，尤其是在他这位道侣身边之时。元宵需要静养，任何人不得打扰。这是凌驾于我之上，不可能！难道是某种与盘古大神的开天斧同级别的混沌遗宝，被云霄无意中获得了？看来这通天教主发现了我暗中加持的一丝不凡之力了。不过不知他什么时候发现真正东西。圣人动怒，我等休矣！天哪，这难道是世界末日降临了吗？我不想死啊！闹够了，尔等即刻前来紫霄宫。正主终于要登场了，封神榜，哼！不知道我这只小小的蝴蝶会把这出红军钦定的大戏搅和成什么样子呢？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圣劫之中，圣人妄动无名，致使杀劫之气失控，尔等可知罪？弟子知罪。昊天上帝屡次气诉天庭无人可用，正逢你阐教12金仙犯下红尘之恶，引动杀劫，急需以三教弟子之神魂填满这365位正神之位，方能平息杀劫。凡上榜者，真领受封神榜束缚，从此大道无望，修为不得寸进，永世为天庭驱使。受此大神鞭克制，尔等可有异议？老师，截教万仙来朝，皆为求道，怎可断其仙路，沦为他人奴仆？老师之言乃是天道至理，我阐教弟子根性浅薄，难当大人。老师明鉴，西方贫瘠，门下弟子不过寥寥数人，实在无人可上榜啊！此事由你三教而起，自当由你三教了结。榜上有名，各凭本行深浅，天数如此。封神之事，将由人间王朝更迭而起。墙上，你与仙道无缘，可享人间富贵，命你持封神榜下山，辅佐平府，主持封神。弟子江上谨遵法旨。江上，此乃大神鞭，可节制榜上众神。你且下山，辅佐西周，完成封神大业。申公豹，你虽有道术，然仙道难成，与阐教缘分已尽，当入劫中，好自为之。凭什么？凭什么姜子牙那个废物能执掌封神？我去仙道难成，
我不服！骑手已经就位，就等开局了。申公豹啊，申公豹，你可是为我娘子准备的第一个大礼包，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师兄，封神这等大事，老师为何不派德高望重的师兄们去，而让你这个法力平平的人去？师弟，此乃师祖法旨，我岂敢不从？你知封神榜保西周，我便去保大商。我定要让老师，让你，让所有人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命之人。迟钝，封神榜出，我截教7人被损，如今人心惶惶，该如何是好？师妹，你醒了。老师让我们闭关不出，可这样坐以待毙，难道就能避开杀劫吗？我等契机已被封神榜锁定，怕是躲不过了。大姐，我不想上那封神榜，变成天庭的傀儡。我们该怎么办啊？夫君一定有办法。他是我的道，是打破一切不可能的奇迹。师妹，你去哪儿？去找我的夫君。娘子，你回来了。就是这样，如今连师尊都束手无策，截教上下，怕是在劫难逃了。娘子，那谁负责把人弄到榜上去啊？那有没有谁是专门负责把别人请去当替死鬼的呢？专门请人当替死鬼的？申公豹，你当入劫中，好自为之。申公豹，这就对了嘛！既然有这么一个专门劝别人去送死的人，那他不就是柄最好用的刀吗？刀，夫君，你的意思是？娘子，你看，阐教是咱们的仇人吧？他们也怕死。这个申公豹就像个没头苍蝇，见人就劝，别人都怕他那句道友请留步，都躲着他。咱们反过来，对他好，把他当朋友。对他好？是啊，他想找人帮忙对付姜子牙，咱们就帮他；他想劝人下山，咱们就给他指路。只不过这路得通往阐教自家人的洞府门口，这不就是借你阐教的刀斩你阐教的人吗？让他们自己人去应劫，咱们看戏，不好吗？借刀杀人，还可以这样？豁然开朗，原来对抗天道杀劫，不一定非要逆天硬拼，顺势而为，操纵人心，才是上上之策。夫君一言胜过我万年修行，我明白了。敢问前方可是云霄仙子道场？贫道申公豹听闻仙子威名，特来拜会。仙子威名，贫道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真风华绝代。原来是申公豹道友，快快请进，我与夫君正有要事想请道友帮忙呢。不对，应该是我该选他，怎么变成他求我帮忙了？娘子，这位仙长看起来不像坏人，他能帮我们对付那个老头吗？天助我也！云霄果然是个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我申公豹必将借他之手压倒姜子牙，平定洪荒。道友来得正好，我正愁截教一盘散沙，无人能出谋划策。道友既与我同仇敌忾，不如便留在我金鳌岛，共商反击阐教之大计。
吃一口，我也感觉修为有所提议。既然仙子如此有诚意，贫道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我有一计，可让我等在封神大劫中立于不败之地。仙子，那元氏老儿既已失了圣人颜面，我等便该趁他病，要他命。道友所言极是，不知有何良策？如今姜子牙西岐练兵，乃是阐教根基。以贫道之见，仙子当先去请动你兄长赵公明，他手持定海珠，威能无边。若他肯出手破西岐大营，易如反掌。兄长，光有赵公明道友还不够，仙子德高望重，当振臂一呼，号召三仙岛乃至整个截教同门，万仙齐出，布下大阵。如此，任凭阐教有3头6臂，必将灰飞烟灭。哼！截教这帮莽夫就得这么用，等他们和阐教斗个两败俱伤，我再出面收拾残局。道友好计策，好一个万仙齐出。只是道友有所不知。哦，仙子何难处？我兄长赵公明自上次与元始一战后，心有所感，已在闭关冲击更高境界。至于其他同门，他们大多不善争斗，让他们去呼山守岛尚可，若真让他们上阵杀伐，恐怕只会白白上了那封神榜，当了炮灰啊！这难道截教万仙竟无一可用之兵？所以我才在想，道友，你出身阐教，人脉广博，难道阐教之中就没有与你我一般看不惯元始做派的同道中人吗？若能请动他们从内部出手，我们在里应外合，岂不是事半功倍？娘子，我听人说那个……夫君，你说什么？我听人说阐教有个叫燃灯的，最是阴险，之前还抢过赵公明师兄的宝贝呢，他肯定不是好人。燃灯？对呀，我怎么没想到燃灯？老儿虽是阐教副教主，但并非元始嫡系，他向来贪婪，当年连赵公明的定海珠都敢抢，如今亮节之下，定然也想分一杯羹。若能策反他，让他去对付姜子牙，这可是釜底抽薪之计，功劳比说动赵公明大多了。云霄这妇人眼界还是窄了，还得是我申公豹。唉，若能有阐教大能相助，内外夹击，大事可成矣。只是不知谁有这个胆子。哈哈，仙子所言极是，灯下黑，灯下黑呀！我阐教确有一位大能，与元始貌合神离，此事无需仙子出面，贫道我亲自去走一趟，定能将他请来，共襄盛举。如此，便全仗道友了。道友若能攻城，便是我截教第一功臣。好说好说，仙子静候佳音吧。燃灯，哼，看我如何说动你！封神大劫定有我申公豹浓墨重彩的一笔。夫君，他真的照你说的去做了。哼，娘子，好戏开场了。夫君，申公豹此人虽能言善辩，但终究只是小聪明。那燃灯道人，我听兄长说起过，他乃是紫霄宫中3000客之一，与我师尊同辈，是真正从上古活下来的老怪物。其心性之狡诈，贪婪之名，在洪荒都人尽皆知。仅凭申公豹一张嘴，怕是未必能让他轻易上当。万一被他识破，反而打草惊蛇，该如何是好？娘子放心，光靠说自然是不够的。对于贪心至极的人，你无需与他斗智斗勇，你只需在他面前摆上一块他根本无法拒绝的腐肉，
自己就能扑上去。肥肉就像钓鱼，对付不同的鱼得用不同的饵。对付燃灯这种卡在瓶颈无数年，做梦都想更进一步的老鱼，寻常的先天灵宝未必看得上，但如果是能让他正道的机缘呢？咱们得给他送点证据。这颗石子，我给它赋予了虚假天机的概念，它会化作一缕被准圣级别才能察觉到的异宝气运，盘踞在西岐城外的一座荒山上。这缕气运的指向是此地藏有能助准圣斩却三尸、正道成圣的混沌至宝。燃灯卡在准圣境界无数量劫，这是他无法拒绝的诱饵。夫君，夫君不是凡人吗？怎么能做到这种事？咱们要做的只是把肉摆在陷阱上面而已。申公豹就是那个负责发现这块肉，并大声嚷嚷，告诉燃灯这里有肉吃的人。哈哈，云霄那女人实力虽强，脑子却不好使。待我策反燃灯，搅乱阐教，国天大功，谁还能与我争锋？这股气运好生隐晦，但其层次之高，竟让我都感到心悸。天机被蒙蔽，这恰恰证明了此物的不凡，定是有惊世异宝出世，而且竟与西岐有关。天道在眷顾我，这是天道在暗示我申公豹才是此次亮劫的天命之人。云霄那个莽夫，他竟看不到此等天机，还想利用我，可笑！原是老二红军老师，你们都看错了，我申公豹才是真正的主角。这至宝何该为我所得？用以压倒姜子牙，证明我自己。来者何人？此乃燃灯老爷清修之地，不见外客，速速离去。贫道申公豹为道友寻来一桩天大的成圣机缘，道友当真要将我拒之门外吗？成圣机缘，申公豹这小辈被逐出师门，竟敢跑到我这里来大放厥词。申公豹，你不在昆仑山，来我这灵鹫山，有何贵干？若说不出个所以然，休怪贫道不讲同门情面。贫道此来不为阐教，不为截教，只为道友您那临门一脚的正道之机。哦，说来听听。贫道日前路过西岐，偶观天象，发现西岐城上空竟有一缕惊世气运盘踞，其层次之高，远超先天至宝。贫道怀疑乃是混沌之中遗留的无上宝物。最为关键的是，这缕气运之中隐隐透着一股能助人斩却三尸的道运。陈氏正道，混沌遗物。天机被蒙蔽，申公豹所言非虚。道友，您想过没有，如此至宝降临西岐，为何师尊他老人家却秘而不宣，只派了姜子牙一个法力低微的废物下山？分明是偏心呐！是想将此宝留给他那12个亲传弟子中的某一个，助其成圣啊！道友，您想想，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呢？因为阐教兢兢业业，到头来连一丝成圣的机缘都分不到。贫道不甘，为道友您不甘呐！元始，你好狠的心！同为此校宫中客，此对阐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竟如此不念旧情，
藏着斗之计，凭什么？鬼域转世无数量级，也可大到无我。如今机缘就在眼前，凭什么不能胜胜一争？申公豹，你所言之事事关重大，贫道不会轻易出手。狐狸，还想试啊？去西岐夺宝，风险太大，此事还需从长计议。那道友的意思，灵鹫儿，你且过来。为师有一桩天大的富贵，要交给你去取。师尊，您唤弟子何事？不知这位道友是？灵鹫儿，你跟为师醉酒，乃是为师座下第一人，为师也一直视你如己出。弟子能有今日，全赖师尊栽培。这位申公豹道友为我们带来了一桩天大的机缘，在西岐有混沌至宝出世，内含成圣之机。成圣机缘？不错，只是此事原是天尊他偏心于12金仙，意图私吞，为师心中不忿，为师有意让你去西岐走一趟，将那至宝取来。此事若成，那至宝归为师，用来了断与元始的因果。但为师必须以自身之道助你斩却一师，突破准圣，让你做我玄门第3代第1人。准圣，3代第1人，师尊放心，弟子定不负所托，为师尊取来至宝，却居西岐。弟子此去如探囊取物。灵鹫师兄修为盖世，自然马到成功。只是什么？师兄此去务必小心那西岐的姜子牙。他虽法力低微，但手持大神鞭，得了元始师伯的偏爱，为人最是诡计多端。师兄切莫阴沟里翻船，让他抢先一步得到了至宝，那我等便前功尽弃了呀。姜子牙不过一无用废物，大神鞭在我眼中亦是土鸡瓦狗。师尊放心，申公豹道友放心，弟子此去一定将那至宝与大神鞭一并取来，献与师尊。哈哈哈！好，灵鹫儿有此信息，为师心甚慰。你即刻动身，切记速战速决。又一个被我说死了。燃灯啊燃灯，地位不是帮助，我只是想看你阐教狗咬狗吧。这套打得再激烈些，12金仙都拖下水，全都上了封神榜才好。申道友，你此番献策有功，当即收功。只是贫道很好奇，你为何不将此等天机告知截教那位风头正盛的云霄仙子，反而舍近求远来找贫道？狐狸果然不好护。不瞒道友，贫道第一个找的就是他。那云霄已被他那凡人夫君迷了心窍，只知守护自己的1亩3分地，毫无大局观。哎，贫道苦劝无果，这才转而寻求道友这等有雄才大略、胸怀大志之辈。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夫君，那申公豹果然如你所料去找燃灯了，而且燃灯也已派弟子前往西岐，我们借刀杀人的第一步算是成了。只是夫君，现在我不是静观其变吗？万一那燃灯的弟子太过厉害，直接把姜子牙给杀了，封神之事岂不是会出变故？
哎呀，娘子言之有理，那燃灯派弟子去西岐，肯定要跟姜子牙打起来。咱们总不能真让姜子牙被打死，得想办法帮帮他，让他俩狗咬狗斗得更凶一点才好啊！帮姜子牙？可他是阐教之人。娘子，敌人的敌人就是暂时的朋友嘛。咱们现在需要的是把水搅浑，水越浑，咱们才好摸鱼。你看这锄头跟了我好些年了，就是一把普通的农具，可是要到了一个大将军手里啊，说不定就能当奇门兵器用，物尽其用，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我家四将法宝厉害，我军将士皆是凡人，如何能敌呀？师傅，看来还需向昆仑山求援了。也罢，已派人速去昆仑山，另外也备一份薄礼送去金鳌岛，看看截教妥风，虽希望不大，礼数要做足。娘子啊，你看这锄头被我磨得锃亮，我一个凡人总觉得它是个宝贝，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不如你拿去给赵公明兄长看看，他见多识广，神通广大，说不定知道此物的来历和用法。夫君所赠之物必有深意，我虽看不透，但这把锄头或许就是此次计策的关键，我一定要把它送到兄长手上。这么好一把锄头，放在我这儿只能锄地，太浪费了。送给懂行的人，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呢。搞定！在锄头上附加了绝对命中、破防的概念，设定为一次性，且只能由福德真仙之血激发。姜子牙乃天命封神之人，正是福德真仙。这把锄头除了他，谁拿到都是一块废铁。这叫专属外挂，专门为灵柩上人那个倒霉蛋准备的惊喜。好，夫君，我这就去。师妹，你确定这就是你那夫君让你送来的宝贝？毫无灵气波动，材质也是凡铁。师妹，你听，这声音清脆悦耳，材质上佳，是块好铁，可它真的就是一块铁呀！兄长，大道至简，返璞归真，你看不透，不代表它不强。师妹，恕兄长愚钝，此物确实只是一把凡间农具，或许是你夫君他弄错了。夫君之意自有玄机，或许是此物与兄长无缘吧。哎呦，这可如何是好？扔了怕得罪了那位神秘的姐夫，留着又占地方。老爷，洞外有一自称西岐使者的人，说奉姜子牙丞相之命前来求援。哎呀，不见！告诉他，师尊有令，截教封山，不问世事，让他回去。老爷，那使者不肯走，跪在洞外，说西岐危在旦夕，恳请老爷出手相助，或赐下信物，以安军心。赵公明师叔，求您大发慈悲，救救我西岐百姓吧！真是麻烦。哎，有了！此物乃云霄师妹那神秘夫君所赠，定有玄机。只是我无缘开启，但姜子牙是天命封神之人，身负大气运，说不定这把怪锄头就与他有缘。我将此物赠他，若是凡物，就说是让他学学农耕，磨砺星星，与我无关；若是宝物，就等于我赠他一场大机缘，卖了他一个天大的人情。完美！我赵公明真是老谋深算。罢了，看在同为玄门的份上，我截教便帮你一次。此乃我师妹云霄偶然所得之异宝，今日我便将它转赠于姜师侄，望他能好自为之，善用此物。
这便是我结下的一点心意。至于出兵，休要再提。你回去吧。这是何物？回丞相，此乃邪教赵公明师叔所赠，说是异宝。岂有此理！异宝分明是一把凡人用的锄头，邪教这是在羞辱我姜子牙无人吗？欺人太甚！师傅，您消消气，或许赵公明师叔并无恶意，请你看看这是什么？无体。奉人皇代天刑罚，何曾受过这等鸟气？邪教同巨儒，是好欺负不成？师傅，罢了。云霄师傅毕竟在金鳌岛硬扛过圣年一击，力好得罪。此物既是他那夫君所赠，想来也有些说法。若随意丢弃，招来无妄之灾。且先放一边吧，眼不见为净。12月，我的天命所在，连个像样的护法大阵都没有。哎呀，师尊未免也太小心，对付这等蝼蚁，何须我服侍？你们有没有觉得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过去了？将军，是不是风太大了？不对，戒备！是什么人？凡人，连让我多看一眼的资格。这就是执掌封神榜的天命之人，连我的气息都拆不了，真是天大笑话。也罢，早点解决，早点去寻那混沌翅膀。你是何人？哼，取你性命之人。杀了姜子牙，夺了大神鞭，再去寻那混沌翅膀，师尊定会对我刮目相看。届时我灵鹫才是阐教3代第1人。姜子牙，你的封神大业到此为止了。我等对师妹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兄长言重了，不过是些许微末伎俩，顺势而为罢了。阐教不仁，我等自当回敬。夫君，他竟连人心都算计到这种地步，这已经不是法力神通，这是真正的大道。他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我竟然拥有这样一位夫君，这真就只是一把普通的锄头啊！怪来，难道是祖师爷显灵了？师傅，会不会是您其实是隐藏的绝世高人，只是自己都不知道？言之有理。我姜子牙下山以来，屡屡化险为夷，定是身负大气运。此锄在我手中能实现，必是我之缘法。此物乃神物，不可轻慢。速取最好的锦盒来，我要将它好生供奉起来。小黄呀，小黄，今晚给你加个鸡腿。他真是凡人吗？夫君，娘子回来了，事情可还顺利啊？夫君啊，你到底是谁？娘子，你说什么？我没太听清。我说，夫君，你到底是谁？娘子，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就是苏明啊，你夫君，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惹你生气了？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他这反应分明就是一个被妻子奇怪问题吓到的普通丈夫。娘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之前提的计策不像一个凡人能想出来的？哎呀，娘子，你可别吓我，我哪是什么大人物，我就是书看多了，瞎琢磨的。这世上的道理啊，其实都差不多，不管是人跟人，还是神仙跟神仙，我就是动动嘴皮子，提了个不成熟的想法。真正厉害的还是娘子你和公明兄长他们呀，能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仙都按照咱们想的去做，这才是真本事。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难道夫君竟是一位天生的智者？他的智慧已经超脱了法力的范畴，达到了人道的极致，所以他才表现为凡人，因为他的道不在仙而在智，这也是一种修行吗？娘子，那个叫燃灯的老头害死了咱们的弟子，现在他自己的弟子也死了，吃了这么大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要是发起疯来，对付不了阐教，说不定就要来找咱们截教的麻烦。他有什么不敢的？我听说那老头最是贪财，心眼又小，咱们得想办法让他再吃个大亏，让他自顾不暇，没空来找咱们麻烦。娘子，我听村里老人说故事，说西方那地方有2个圣人，最喜欢说此物与我有缘，也最喜欢到处捡宝贝。要是那个燃灯老头的宝贝，比如他那个什么琉璃灯被西方人捡走了，你说他会不会气得直接疯过去啊？夫君，你这想法真不错呀，有趣，实在有趣。道友，别来无恙啊！这提道友，你来我这穷乡僻壤作甚？道友息怒，息怒啊！您到此来是为你好。道友息怒，息怒啊！您到此来是为你好。为我好？问题这张嘴谁是你的能说会道？道友，你已身陷杀劫而不自知，我夜观天象，东方有杀劫之气冲天，正印在道友身上。又见西岐有宝光闪烁，与贫道与我西方有缘。贫道心想，道友乃有德之士，何苦为身外之物？如这杀身之祸，不如让贫道代劳，将那宝物取来，替道友化解这段因果，岂不美哉？好一个西方窍，好一个准题！我弟子刚死在西岐，你就跑来说风凉话，真当我燃灯是你捏的吗？滚回你的西方去！东方的宝贝还轮不到你来染指。冥顽不灵。哎呀，打起来了，打起来了！燃灯还是老样子，就会拿盏破灯砸人。准提也是太保守，就应该把他那丈六金身亮出来嘛，吓唬吓唬他。没劲，真没劲！燃灯为何会与准提打起来？难道这一切的背后还有别人在算计？
打起来了！阐教和西方教打起来了！先是燃灯弟子应节，再是燃灯本人被西方教找上门，这一切都分毫不差的按照夫君的剧本在走，这已经不是智慧，而是言出法随了。娘子，夫君，你说圣人也会被人当成棋子吗？篡改天数，强行嫁接因果，这手笔已经超越了寻常圣人能做到的范畴。这不是通天能办到的啊！本座明白了，云霄他只是个幌子，是摆在明面上的棋子。真正藏在幕后的是那个凡人，他一直在伪装，他才是那个搅乱封神、玩弄因果的黑手。那股气息古老、荒凉、寂密，它不属于盘古开辟的这方洪荒世界。难道他是混沌初开？有3000魔神，但传说在3000魔神之上，更有一尊执掌中烟与归墟的禁忌魔神，其存在的意义，便是将一切，包括混沌，都拉回最初的无我。难道是他中烟魔神转世？这是什么？成票！师傅，你没事吧？这是刚才那个刺客，他怎么死了？将军，他的血液好像是件了不得的宝贝，就这么被一击毙命了。师傅，刚才是怎么回事？那道神光，我杀了他，用一把锄头。那是什么？是封神榜！师傅，他上榜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一道魂魄飞上去了。林娇儿死了，我最看重的弟子，大火惊仙巅峰，竟然就这么死了！连一息都未撑住，直接上了封神榜。圈套，这一定是个圈套！什么混沌之宝，根本就是个陷阱！元石，姜子牙，好一个借刀杀人！你早就知道我与你不和，故意借申公豹的嘴，用假天机骗我弟子去送死，就为了削弱我的实力。你好狠的心！爆山灯，誓不成圣！上了，真的上了，是阐教的人，死得好！谁让他们总是欺负咱们？师妹，神机妙算，当真是神机妙算呐！你竟然能算到燃灯会派弟子去西岐，还提前设下杀局。我是不是问错了什么？夫君的表情，我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他生气了吗？是我的问题太冒犯了吗？
我不该问的。娘子，你看这漫天星辰，哪一颗能自行脱离这天道轨迹？这是夫君的声音，为何如此沧桑，仿佛穿越了万古？封神榜便是天道这座大棋盘，圣人看似是执棋之人，威风八面，可决定亿万生灵的命运。圣人，执棋之人，实则他们亦是身在棋盘中的顶级棋子罢了。圣人也是棋子？他们以为自己在下棋，却不知自己脚下便是棋盘。他们所能争的，不过是棋盘上的些许利益，却自以为掌控了一切，何其可笑！而真正的棋手，从不亲自入局。真正的棋手从不入局？难道夫君他……娘子，想那么多做什么？天塌下来有夫君在呢。不过话说回来，这盘棋虽然无趣，但棋盘上却有我唯一舍不得的。夫君唯一舍不得的是什么？是了，我全明白了。夫君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凡人智者，他就是他口中那个从不入局的观棋者。之前种种不可思议之事，我只当是夫君智慧通天，或是我的斗心与他相合，促使他能使出些许凡人不能之手段。原来却是他一直都在拨弄棋局。圣人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个可以随意摆弄的棋子罢了。我本已观棋无尽岁月，看惯了沧海桑田，星辰生灭，心中早已没了波澜。直到这棋盘中出现了你，他承认了，我才甘愿深入红尘，隐没一切，化作凡人，陪在你身边。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帮你赢得这盘棋，而是想将你这枚棋子从这该死的棋盘上永远的摆脱出来，从此再也不受这天道棋盘的束缚，与我天长地久。原来是这样，夫君，他真的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存在。他伪装成凡人，不是为了游戏红尘，只是为了我，为了将我从棋子的宿命中解脱出来。原来是这样，夫君，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傻瓜，为你做什么都值得。我云霄何德何能，竟能得此良人？我再也不能让他为我耗费心血了。我要变得更强，强到足以与他并肩，而不是只做他庇护下的棋子。夫君，我明白了，从今以后，你观棋，我落子，你我夫妻同心，定能破了这天道棋局。好，有娘子这句话，这盘棋想输都难。夫君，云霄此生定不负你。很好，思想工作完成，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更高难度的实战演练了。我的洪荒女神养成计划进入新的阶段了。夫君，怎么了？是天机又有变化？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杀劫之气正在朝歌汇聚，棋盘上其他的棋子也开始动了。因燃灯与准提的争斗，原始已对我们心生忌惮，阐教将有更猛烈的反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夫君在，我谁也不怕。商朝太师文仲刚愎自用，忠心可嘉，但逆不了天时，不日他必将大败于西岐。他败后，不甘心之下，必会前往金鳌岛求援。届时，我截教外门之中有10位精通阵法的道友，人称10天君者，会感其忠义，随他下山，在西岐城外布下10座上古杀阵。10座上古杀阵？不错，此阵名为10绝阵。此阵一出，将是我截教弟子上榜的第一个高峰期。若无外力干预，10位道友此去，将尽数丧命于阵中，为阐教填榜。 10位同门有难，夫君既然提前告知，就一定有破解之法。我定要按夫君的计划救下他们，让阐教再吃一个大亏。娘子，之前的小打小闹都只是开胃菜，这10绝阵才是我们夫妻2人在这天道棋盘上落下的第一颗扭转乾坤的棋子。夫君放心，你说怎么落，我便怎么落。要破此局，我们还需要那枚最好用的棋子，是时候让他回来领新任务了。燃灯，2个老匹夫，还不是被我申公豹玩弄于股掌之间？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感觉背部有点发凉，像被什么恐怖的家伙给盯上了？
大王，西岐叛逆势大，非凡人可敌，为保我大商江山，老臣唯有去金毛岛恳求仙长们出手了。太师辛苦了，文宗。师尊，弟子文仲，恳求师尊发慈悲，派人相助，弟子愿以性命担保，绝不夺我截教威名。师尊，文师兄忠肝义胆，我等岂能坐视不理？我等10人愿下山攻下石绝阵，助文师兄一臂之力，让位解效，死战不退。夫君，一切真的都如你所料。娘子，你看，棋子们已经主动走向了棋盘上，为他们预设好的死亡位置。夫君，那我们真的能救下他们吗？天数要死10个人，这是规则，我们不能硬扛。规则是用来遵守和利用的，不是用来打破的。但规则没说死的必须是他们。娘子，你的任务就是在他们的阵法被破之前，找到10个替死鬼，用他们的命换下10天君的命，这便是偷天换日，生死置换。生死置换，好霸道的手段。阐教元始座下有几位法力低微，却被红军算作福德真仙的弟子，比如邓华、萧真等人，他们正是填榜的最佳人选。要让这些福德真仙心甘情愿的来送死，就需要我们的最佳说客出马了。你需要去找申公豹，去告诉他一个天大的机缘。孺子可教也。记住，娘子，我们不是在杀人，我们只是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更换祭品。我明白了，夫君为了截教同门，顾云霄愿为执刀人。这如何能破？贤泽，何事寻我？我不是要为我请功？申公豹道友，想不想知道如何才能在这场亮劫中真正的立于不败之地？贤子说笑了，如今阐教与西方教反目。贫道已经为仙子铺好了一条康庄大道。道友之计不过是些小数，只能解一时之困。仙子此话何意？你以为我是在担心布下石绝阵的那10位道友的性命吗？自然，石绝阵虽强，但阐教能人辈出，若阵法被破，那10位道友便要应劫上榜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愿闻其详。我与夫君推演天机，发现我师尊通天教主在他们下山前已对着石绝阵做了手脚，他如今是一个掠夺气运的陷阱。掠夺气运？不错，此阵已与封神榜气机相连，一旦阵法被破，守阵的师弟生死上榜的瞬间，会以自身真灵为引，发动临死前的最终诅咒，强行剥离那破阵胜利者的一生大气运。而若没有被破的话，则阐教破阵之人便会真灵上榜。于我截教而言，无论阵是否被破，都不算输。剥离气运，那这气运会去往何处？化为无主之物，消散于天地之间。但若有精通秘法阵势的高人，提前在阵外设下法坛，便可在其消散之前，将其截取，化为己用。截取气运，明白了，我彻底明白了。石绝阵就是一个超级榨汁机，阐教弟子辛辛苦苦破阵，结果会被榨干气运，而截教弟子上榜，申公豹有什么关系？我才是那个能白白捡便宜的人。道友，我推算出阐教元始座下有几位法力虽低微，但根脚不凡，身负大气运的福德真仙弟子。若他们前来破阵，被剥离的气运将是何等的精纯！福德真仙的气运，这可比任何天才地宝都珍贵。我能得此气运，说不定能借此斩却一尸，正道转胜。云霄这女人竟然想跟我合作，只是我截教仙法不善此道，而道友你乃是此道大家。你若能说服他们前来破阵，你我便在阵外设下法坛，事成之后所得气运，你6我4，如何？还想4、6分，真是天真。到时候阵法发动起来，能吸多少？云霄，让我摘桃子吧。仙子高义，竟愿与贫道分享此等逆天机缘，阐教大业，贫道
义不容辞。下次放心，到这边去西岐，那些幅员深厚的师侄，每一个都请来破阵送运，与我共创大业。鲁豹，他来做。一丘之貉，还能够什么？强师兄，诸位师兄，大事不好了！陈师弟，你不在朝歌享福，还往西岐做甚？你又想说什么到留请留步？师兄误会我了。虽然师兄有些许正直，但终究同为阐教门人。邪教埋下此等恶阵，贫道岂能坐视不理？你来到底有何事？师兄，老子之人微言轻，为了我阐教声威，数日来废寝忘食，夜观天象，终于被我探得了这十绝阵的一丝致命机密，特来相助。机密？我休要在这里故弄玄虚。诸位，十绝阵。面拿着别内里无上机语。人豹，你莫不是疯了？没看到那杀气化为实质？诸位，你们只看到了杀机，没看到杀机背后的生机。老子眼中与风神榜气机相连，是歹毒的气运掠夺之阵。气运掠夺，不错。此阵的玄妙在于血毒攻毒，借运上身。只要能破了此阵，阵法破碎的瞬间不仅不会受伤，反而能强行掠夺那守阵人的一生气运，加持己身。诸位想想。那截教十天军哪个不是修行了万年的大能？夺了他们的气运，说安宁不死劫，说不定还能借此机会一窥转圣大道。掠夺气运，没有这的事。若真是如此，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呐！比起现在修炼快多了。不上当，可是呢。华师侄，贫道看你骨骼惊奇，绝非池中之物，为何在此唉声叹气呀？沈师叔说笑了，弟子修为低微，在这大劫之中不过是炮灰罢了，哪敢有什么想法？炮灰？哎不，师侄，我刚刚说的机缘，听到了吗？不是说给广成子他们听的，那是说给你听的。说给我听的。夜观星象，发现那第一座天绝阵其阵眼核心，还是一道混沌之气所化，与你修炼的玄黄破法真诀同宗同源，属性相合。与我功法相合？别人去是九死一生，你去就是龙入大海。华师侄，你想想，你若第一个破了此阵，当着三军面前夺了那截教妖人的气运，师尊他老人家会如何看你12金仙的位置？说不定就有你一个12金仙。师叔，我明白了。去吧，拿回属于你的荣耀，贫道会在外面为你掠阵。截教妖人秦完何在？你玉虚宫门下福德真仙邓华在此，特来取你狗命，夺你造化。又来一个送死的，邓华是吧？贫道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邪教大阵的厉害。哈哈哈哈哈！秦完，少说大话！你截教妖法，我旁门左道。今日便是你生死道消，我邓华夺你气运之时，找死！
其实也好，是你那气运掠夺之术最合适。道友放心，此乃天机所显，可以推算出邓华师侄此去必能功成名就。你这瞧吧，邓华得了机遇，一个个后悔莫及的嘴脸。夫君都已安排妥当，轩长赵公明已经将那的草原交予了秦婉道友。我倒要看看，当他们发现破阵陈公主却意外登上封神榜的时候，会是什么样情？小子，别急，好戏刚刚开场。哈哈哈哈哈！秦婉，你这破阵也不过如此啊！我看你还能撑多久？你的修为，你的气运，不是我的了。愚不可及。这邓华竟真有几分本事，看他在阵里活蹦乱跳，很有劲。看样子，申师叔说的可能是真的，破阵真能夺取气运。看到了吗，诸位，我说了，此乃天赐机遇。华师侄虽遇险阻，但也快要接触到阵眼了。信，他会撑不住了。申师弟，不是说此阵与他功法相合吗？怎么会如此狼狈？这个吧，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苦其心志，劳其筋，是登天前的最后考验。只要撑过去，鱼跃龙门。怎么回事？撑住啊，邓华！你可千万别掉链子啊！邓华，若有得罪，为结教众生，只能牺牲你了。对呀，说好的掠夺气运呢？说好的逆天机缘呢？怎么直接就死了？申公豹，你说的天大机缘呢？你说的破阵能夺取气运呢？回答我，我师弟他们人呢？申公豹，回来的骗子，害死了邓华师侄。申公豹，这就是你所谓的机缘，魂飞魄散，真灵上榜。究竟是如何推演的？为何会与你说的大相径庭？借，什么成言没据？说，别算错，他自己不信。贫道也没想到啊，师侄，你好惨呐！师叔的错，师叔高估了你的实力呀！你说什么？我师弟命来！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你又明白什么了？难道你会让他死行不？这机缘，人就是与天争命。师侄他实力还是太弱。等到阵法被破，气运反哺的那一刻，在那阵法中耗尽了法力，实力太弱。正是，于是逃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功亏一篑呀！中华师侄没有白死，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探明了天绝阵前半段的虚实，消耗了阵法的大部分威力。一个进去的人，受的压力将小得多。自己的死，给真正有实力的人，成为一条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铺路，申公豹，你这舌灿莲花的本事，用来骗人，真是屈才了。没白死，铺平了道路。你的意思是，我师弟的牺牲是为了让下一个有实力的人
能成功夺取机缘。师侄，你终于想明白了。我知你心中悲痛，我们修道之人本就是逆天行事，岂能因噎废食？你师弟用命为你趟出了一条路，你难道要让他白白牺牲吗？下一个阵是地裂阵，我刚刚推算此阵主属火，与你修炼的玄冰诀功法相克。功法相克，岂不是更危险？非也，非也。旁人看来是死路一条，但在我看来，这却是天大的吉兆。这叫以毒攻毒，以水克火。你的玄冰诀正好能克制地裂阵的阵眼。花师侄已经替你消耗了第一个阵，如今这第二个阵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机缘。寒毒龙师侄，这不只是为了机缘，更是为了复仇。去吧，继承你师弟的遗志，夺了那截教妖人的气运，为你师弟报仇雪恨。好，我去。截教妖人赵江何在？毒龙爷爷来了。我成功了！我真的成功逃出来了！申公豹，你这个丧门星，你还有什么话说？邓华、韩都龙两位师侄，皆因听信你的鬼话而惨死。沈师叔，你还我师兄命了！骗子，他就是截教派来的奸细。申公豹，从现在起，你若再敢妖言惑众，休怪我替师尊清理门户。诸位师兄，稍安勿躁，眼下不是内讧之时，还是想想如何破解这十绝阵吧。文殊师弟，这第一阵便有劳你了。师兄放心，什么气运、机缘，皆是虚妄，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不过是土鸡瓦狗。文殊，你等着，待我找到机会，要夺你一身气运修为。夫君，来的是阐教12金仙之一的文殊，秦完道有他，即便有草人，恐怕也……娘子，我们的目的不是让秦完道友赢，而是让破阵的人付出代价。记住，阵破了，守阵人便会身死上榜，但我们的草人可以在瞬间让阵破反噬的伤害转移到破阵之人身上，让其待守阵者生死道消，真灵上榜。若破阵失败，则守阵人安然无恙，失败者照样上榜。无论如何，我们都立于不败之地。我明白了。因果嫁接这个概念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好了，现在看看文殊这倒霉蛋的表演吧。文殊，你竟敢闯我大阵！秦完，你这阵法已被记过2次，早已是强弩之末。识相的，速速自裁上榜，才能留个体面。休想！米粒之珠也放光华，你的挣扎毫无意义。这才对嘛！这才是我们阐教金仙的实力。文殊师叔太强了，那截教妖人毫无还手之力。文殊师兄道法高深，此阵必破。兄长，秦完师兄快不行了！实力差距太大了。云霄师妹的计策，这次恐怕……难道真如申公豹所说，邓华、韩都龙的死只是为文殊铺路？秦完，游戏结束了。师妹，我对不住你，对不住截教。云霄说，这可在必死之局时以精血祭之，罢了，
死马当活马医。七。我活下来了，明明破阵了，我竟然没死。云霄师妹的草人竟有如此逆天之能！师兄，文殊师兄，世界这有鬼，有大恐怖！天道乱了。燃灯师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贫道自上古活到现在，见过的亮劫不计其数，却从未见过如此诡异之事。篡改因果，嫁接天说，这绝非大罗金仙能办到的手段。噬绝阵不可再破。兄长，我没看错吧？文书，那个12极限之一的文书上榜了，而且秦婉师兄活下来了。云霄师妹，她给的到底是什么逆天改命的草人呢？这何止是神机妙算，这简直是在玩弄天道！文书竟登上了封神榜，篡改因果，嫁接天说，好大的手笔，好狠的手段！哼，通天，这不是你的手段，你只会用你那4把破剑，一把反铁锄头，为何能杀我阐教大罗？是谁在挑拨离间，让燃灯与准提反目？黄钟里的枝丫为何能有如此破法之力？这逆天改命的因果嫁接，又是谁的手笔？一条条线索全都指向云霄，而云霄的那个凡人夫君，真是凡人吗？啊，是你，一定是你，凡人！好一个凡人，竟能将本座、将阐教、将整个洪荒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在笑，他发现我了？不可能！哼，装神弄鬼！本座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何方妖孽！又来这套，能不能有点新意啊？行吧，开眼。啊，谁？是谁在偷窥？哼，原来如此，你身上果然有屏蔽天机的至宝，在本座的圣碾压制下，终于藏不住了吗？还想抵抗？给本座破！让本座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哟，加钱了，行吧，那我加戏。火候差不多了，上菜。元始老二，给你看个大宝贝。这是
什么东西？这到底是什么力量？为何连我的生命都在本能的恐惧退缩？最初，本座以为是从天暗中出手，后来，本座以为是云霄得了混沌遗宝，是因果魔神转世。不对，若云霄真是那等存在，为何每次都在他那凡人夫君一显时才爆发？他看那凡人的眼神是爱慕与依赖，绝非伪装。一个魔神怎会寄情于凡人？还有这悟道神茶，赵公明都说是云霄点化，可那凡人也在喝。那把锄头也是从那凡人的小院中流出的，这一切都太巧合了。